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这个影片呢是延续上一个影片讲关于协行正2公告里面的一些东西啦。因为在做完这个影片之后呢，我去想了一下我前2天开军器箱子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在想着说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转换时开销，还有就是官方会怎样去补偿我的军器还有我的转换时之类的。那首先遇到最多的问题呢，就是关于专属铭文的部分，就是它这里是有讲到可以混合使用，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可以放在一起的意思。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如果你现在是有旧版的协行证，你想要继续使用它的专属铭文也可以，你要混着新的一起用也是可以。什么意思呢？就比方说吧，在近期就有不少的主播就说到新的协行证2有一些军器专属铭文并不是很适合秦始皇，就比方说像乐器这个部分，他的怒气可能没有办法累积到这么多，所以就导致成可能秦始皇在使用这个专属铭文的时候效果就没有这么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旗帜嘛，旗帜的部分也是有玩家讲到会延迟到秦始皇他副将释放技能的速度，所以有很多玩家都想要把这2个专属铭文给换掉。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可以就是选择说新的协行证2系列呢，你可以选择书籍这个保留，然后另外一个硬币也是保留 12.5% 的技能伤害增幅，但是你看那个旧版的硬币它就只有 10% 而已，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可以的话把这2个转换去新的，然后这2个旧的就看你们要不要继续保留，锐不可挡还有旗帜攻守兼备。我个人是觉得乐器是可以保留啊，因为你们可以看旧版的它就只有 5% 的技能伤害增幅，然后造成直接伤害的时候有 30% 的概率使该次伤害提升 10%， 5秒最多触发1次。就是如果你是考虑说它的原本提升 5% 的技能伤害增幅不够高，你想要 7% 高一点，然后你觉得说你的怒气能够堆叠到比较高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换成乐器。所以你们才会看到公告说为什么你把旧的换去新的，你依旧还是要用到转换时的原因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算下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影响，你该花的转换时还是得花，对不对？官方还是可以赚到钱嘛。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没有这么多专属或者是专精铭文的玩家，就比方说像我这边有一个军器是没有任何铭文的，那我就不需要消耗转换时，也可以直接套用在更新之后的那个版本。因为如果是在这个公告之前的话，我是肯定必须要花1颗转换时转换成协行2，我才可以继续使用嘛。其实这个改动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是好事情来的，因为可能比较多的玩家都是没有铭文或者是有铭文，这样子就可以省下几颗转换时就不需要花到。甚至更好的情况就是可以让玩家慢慢的去转换，因为在官方的公告里面有一直特别强调说玩家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压力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直接换去协行证2使用的话，就你必须要把原本旧的那一套全部都转去协行2的时候，你才可以有一个技能伤害提升 12%。但是在公告所说的更新之后呢，你就完全不需要转换的情况下，你就直接有一个 12% 的技能伤害提升，同时间你也可以暂时不需要用转换时把整套的军器全部都转换。所以它这个改动呢，其实严格来讲是可以让玩家慢慢的去转换，而不是逼着你说你一定要把整套转换过去，你要在短时间内累积到大量的转换时去购买大量的转换时。因为我看到有比较多的人呢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他只能够转换1个部位或者是2个部位而已，就变成说他另外2个部位呢可能就要花钱去购买礼包才可以拿到转换石，又或者是花宝石才可以去拿到转换石，然后马上转换。这也是为什么我才讲官方就是有一种逼人去购买的态度，让玩家在短期之内消耗自己的宝石或者是花钱去购买礼包。我所说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像它这个改动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弄嘛，那你也可以通过 KVK 完成成就之后拿到转换石才慢慢去转换也是可以的嘛。再加上他之前也是有公告说过他们之后会推出更加多的活动让你去拿到转换石，所以是减轻了玩家的负担，是好事情来的。
或许他们也是意识到，其实大多数玩家呢，并不是全部体系都已经转换了，可能多数玩家还是停留在技能伤害的步兵，或者是技能伤害的骑兵。像我还依旧保留着3队的技能伤害骑兵。你叫我短时间内拿这么多转换石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们可以看我几乎每个队伍都是已经有一个专属铭文了，甚至有些是有2个也说不定，还有专精铭文，这些算下来的开销是真的很大的。所以在多数观众都说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讲是有改变的，就是你们压力不会这么大，这个是第一点。再来第2点呢，其实我近期有去开军器的时候，我有拿到一些比较不错的军器，就比方说像我这个军器的数值都蛮不错的嘛，然后这个是没有任何铭文的军器，但是我是选择在没有放任何铭文的情况下，把它先转去血行阵2，然后才打上专属铭文。我是想知道它这样子归还给我的时候，它是归还1颗转换石还是10颗转换石，但是以我对官方的了解，它不会给我9颗额外的转换石啦，它只会给回我1颗而已。但问题是我已经把专属铭文打在这个军器上面了，然后在更新之后，它会把从原本我已经转换成血行2的这个军器变回去血行1。那如果我要转换回去血行2的时候，就会变成说我原本的那个开销从1颗转换石变成总共10颗转换石去转换成血行2，我感觉我好像亏大了。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如果有一些玩家的情况跟我是一样的，之后要怎么搞？就我们要额外掏出9颗转换石出来了吗？所以我跟你们讲，有专属不一定是好事情来的，这个只能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吧。原本以为自己很聪明，哇，我只是需要花1颗转换石过去，然后打上专属铭文，哇，我的成本很低。这个更新就变成说我又要额外掏出9颗转换石了，真的是气死人了。当然现在我只是猜测而已啊，因为还没有看到公告官方是怎样去决定这些已经打了专属铭文上去的要怎么去计算呢？最后让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会不会有可能之后官方会加快军器推出的速度？因为我在刚刚就跟你们讲了嘛，它推出这个旧的阵型跟新的阵型军器都可以套用的理由呢，就是减缓玩家的压力嘛。因为像他们出现这个公告之前呢，就是玩家是肯定必须要把整套的军器转换成新的阵型嘛。在更新之后，你只是选择部分去转换的话，也就变成说官方那边的营收可能会减少，在它减少的时候呢，就会想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增加自己的收入所以这个是让我感到比较担忧的地方啦。但是他们之前毕竟还是有说过呢，那个阵型的周期啊，但有时候官方讲的话呢，听一半就好。不管怎样，这一次的公告里面所讲的东西呢，严格来讲是对玩家是好的。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已经买了很多转换石，肯定是要把所有的军器都转换去最新的话，那其实这个更新对你来讲是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就是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配置，然后打专属铭文上去的话，那么你就惨了我去看了一下征战成就的一些任务，是真的它原本是给转换石的，后面它改动之后就会变成给洗炼石，所以也就变成说这个任务的奖励贬值了，他们并没有写错。为什么要这样子改，我也是觉得很困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转换石它的价格会比较高，所以只能说官方在这个部分比较抠门吧。所以总的来说，在你们之后要转换之前呢，最好就是开着你们的手机，同时开2部啦，来比较一下专属铭文跟专精铭文，你要保留旧的版本呢，还是新的版本，哪一个会更好？或者是更适合你的队伍，像某一些统帅可能用不到这些专属铭文或者是专精铭文。但是要特别注意的一点还是，如果你已经是转换成新版本的军器之后，记得不要按错按钮把它转换回旧的，因为公告里面讲到，如果你是旧换新的话，需要用到转换石，但是新换旧的话是不需要用到转换石的。等一下你按错之后没有花到任何的转换石，你又要换回去的时候又要花转换石，这样子
子就很亏了。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协行证2调整的一些后续内容还有解释。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